我的丈夫非常忠厚老实，对于家人的求助总是有求必应。也正因此，他成了全家人的摇钱树，经常找借口来要钱。而这次小叔子结婚，婆婆竟然让他给包12万的礼金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我怒了，你敢给咱俩就马上离婚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和丈夫齐俊涛结婚已经5年多了，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。我们结婚的时候已经算是晚婚了，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，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良好的业绩，我被领导提拔成了部门经理，也开始了年薪20万的富足生活。不过这时候，父母已经开始频繁地催婚了。在思想传统的父母心中，我就算挣再多的工资，也不如早点结婚给他们生个孩子来得实在。我也知道自己早就到了该结婚生子的年纪，因为曾经的寝室姐妹早就已经开始探讨育儿经了。也是为了不让父母失望，我开始接受了他们安排的相亲。也是在一次次的相亲中，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齐俊涛。其实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并没有相中的他，长得也不帅，家庭条件也勉勉强强，除了老实一点，根本没有什么亮点可言。不过当时我已经相亲好几次了，开始厌倦了这种第一次见面就谈婚论嫁的形式。为了阻止父母继续给我安排相亲，就谎称还算满意，想要处处看看。听了我的话，父母开心极了，甚至开始挑选适合结婚的黄道吉日了。演戏自然要演全套。随后我又和齐俊涛见了几次面，我发现自己竟然对他产生了好感。因为我的工作很忙，所以我一直想找一个能把精力多放在家里的丈夫，而齐俊涛就非常符合这个要求。而且他不但老实，还很细心，主要的是对我说过的话都能记在心里，对我也是真的很好。我觉得能这样跟他过一辈子也挺好的，至少不会被出轨这种事情困扰。对于他我很放心。于是在又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按照双方父母的安排举行了婚礼。就在我开始准备迎接新婚生活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了一件之前被我忽略了的事情。我没想到齐俊涛的家人会成为我们婚姻幸福的最大阻碍。齐俊涛忠厚老实的性格让我非常喜欢，但是我忽略了他养成这种性格的环境。他的父母非常强势，而齐俊涛对他父母的话也几乎是言听计从，很少能发表自己的意见。而也正是这种性格，让他总是第一时间先替别人考虑，而忽略自己的需求。那天，齐俊涛刚刚从老家回来，进门看到我以后，就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。我一看就知道
他有事情跟我说。怎么了？你爸妈这次又跟你说什么了吗？见我问起，他这才支支吾吾地说：老婆，我弟弟过一阵就要结婚了，咱们当哥哥嫂子的，是不是应该多随点礼呀？他的话音刚落，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看来随礼并不是关键，关键是要多随礼。我并没有说话，而是等着他后面的话。齐俊涛舔了舔嘴唇，我觉得吧，他是我的亲弟弟，咱们条件也比他们好得多，就想多拿点，也算是接济他们。见齐俊涛还不说最重要的部分，我也失去了等待的耐心，直接开口问他：那你是想给他们拿多少啊？一个农村结婚，1万块算是顶天了吧？我以为自己已经很大方了，可是看着丈夫犹豫的表情，我顿时有了猜测。看来我还是说少了，我干脆不再说话，等着他说出心中的那个数字。憋了半天，齐俊涛还是吞吞吐吐地说出了结果：12万。我想，给我弟拿12万。听了丈夫的话，我直接愣住了。我根本没想到他竟然会这么大方。12万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咱们2个人1年的收入也就20多万。你这一下子就拿出去将近1半，你是不是有点太大方了？齐俊涛估计也知道这件事情不太合理，根本不敢看我的眼睛，只是低着头小声说：我弟弟说，算是借给他们的也行，他们以后可以慢慢还给咱们。我忽然想通了整件事情，对着丈夫问出了心中的那个猜测：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你爸妈又强迫你了？是他们让你拿这么多钱的？齐俊涛没有回答。我知道这相当于他默认了，顿时一股怒火一下子爆发了出来。咱们结婚这么多年，你一次次地接济家里，都已经成了他们的摇钱树了。可是我念在他们是你的家人，也就没有多说什么。可这次他们竟然一下子就想要12万。面对我的质问，齐俊涛一句话也没有反驳。我仿佛一拳打在了棉花上，怒火根本无处发泄。我不禁又回想起了结婚后这几年的遭遇。齐俊涛生长在农村，下边还有一个相差2岁的弟弟。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，考上大学后留在了城里。有了稳定的工作后，又跟我结了婚。如果只有我们2个人的话，我觉得我们的婚姻一定会非常幸福，起码会很平稳。可是他却有着像吸血鬼一样的父母和弟弟。自打我们结婚以后，他的父母隔3差5就会打电话过来，每次都是先虚情假意的嘘寒问暖，最后总是以要钱作为收尾。难得的是，每次他们要钱的理由都不一样，估计都是提前设计过的。有时候是家里的电器坏了需要买新的，有时候是帮弟弟找工作托人办事，甚至有一次说是家里的狗病了，
需要去宠物医院看病。拜托，那个农村的土狗可欢实了，我就没见过那么健康的狗。而面对父母的要求，齐俊涛从来都没有拒绝过，都是跟我商量后第一时间把钱赚了过去。我的收入毕竟也挺多的，对于公公婆婆这些小来小去的请求也就没有在意。估计是我们一次次的帮助，让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。这次竟然直接狮子大开口了，我可不能再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，否则绝对会是永无止境的。所以我很坚决地对着丈夫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你这样纵容他们下去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这次这钱，我绝对不会同意的。”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回到了卧室，随手锁上了卧室的门。这件事情虽然不能完全怪罪齐俊涛，但是如果不是他一次次的纵容，也不会变成现在这种局面。古人说升米恩，斗米仇，再这样继续下去，最后真的反目成仇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我以为让丈夫冷静考虑一个晚上，他应该能想明白这个道理。毕竟我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。可是等我第二天一早走出卧室的时候，竟然没有发现丈夫的身影。难道这么早他就出门去上班了吗？我正疑惑间，忽然听到卫生间传来了说话的声音，连忙凑了过去。原来齐俊涛正躲在卫生间，偷偷地在打电话。手机中传出的声音很大。他要是不同意，明天我就带着爸妈去你家当面跟他要。哥呀，你是个男人啊，怎么让老婆管得这么严啊？你又不是不上班，怎么这点钱你都做不了主啊？齐俊涛也是个爱面子的人，面对弟弟的指责，他想反驳，可是又无话可说，在那里喘着粗气生闷气。我可听不下去了，竟然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！我直接打开门冲过去夺过了手机。哎呦喂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？这不是这么点钱都拿不出来，还得跟别人借的小叔子吗？没钱你还结什么婚？听到我的声音，对面的小叔子立刻态度缓和了下来。哎呀，原来嫂子在家呀！瞧你说的，你跟我哥是两口子，你就当是帮帮我这个弟弟呗。你们也不差这点钱。要不是听到了刚才的话，我还以为这个小叔子多有礼貌，我可一点情面都没给他留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钱我是肯定不会借给你的。你要是再怂恿你哥偷偷把钱转给了你，我就跟他离婚。你看我能不能说到做到？冲着手机一顿输出后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根本没给对面说话的机会。看着旁边愣着的老公，我把手机直接扔到了他的怀里。我可没跟他开玩笑，你好自为之。说完，我就收拾好出门上班去了。当天晚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我以为这件事应该到此结束了，可没想到
第二天家里就来了几个不速之客。这天是周五，我想着明天领着女儿出去野餐，特意去超市买了一兜子东西。可是刚刚走到家门口，就听到屋里传出来吵吵闹闹的声音，好像有很多人的样子。是来客人了吗？不过怎么这么吵？我疑惑地打开门，竟然是小叔子真的领着婆婆来了。看着我手里拎着的东西，婆婆直接凑了过来。哎呦喂，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，可真是有钱人呐！面对婆婆的冷嘲热讽，我可没有惯着她。我挣的钱多，愿意买什么就能买什么，我可不用跟人借钱。我的话把婆婆噎得够呛，不过姜还是老的辣。很快，她就在脸上堆满了笑容。既然钱挣得多，不如就先借给你小叔子点。他也是为了拿彩礼借了不少钱，现在债主催得急，你们就帮忙，先借给他，把外债先还上吧。我冷哼了一声，刚想说话，一旁的丈夫却先我一步开口了，而他的话也让我大吃一惊。齐俊涛气得把手机直接摔在了地上，啪的一声，一下子分成了3块。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纷纷看向了他。你们到底有完没完了？都说了不借，你们还非要找上门来。这么多年，你们一次又一次地找我要钱，加起来都不止这10几万了吧？见到平时都是老实听话的齐俊涛突然爆发，婆婆和小叔子都瞪大了眼睛。我也完全没有想到，自己的丈夫竟然终于有骨气了一回。反应过来的婆婆有些气急败坏。我生你养你这么多年，你现在不就应该是报答的时候吗？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你这就是不孝。一旁的小叔子见婆婆开了口，连忙跟在后面帮腔。妈把咱们哥俩养这么大也不容易，以前那时候家里多苦啊，爸妈都是省吃俭用的把咱们拉扯大，现在跟你借点钱都不借，这可有点说不过去了。听了弟弟的话，齐俊涛冷笑了一声。这话由你来说不合适吧，弟弟？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1分钱都没跟家里要过了，这么多年我也是能帮就帮一下，前前后后花的钱也不少了。可你呢？年纪也不小了，不说赚钱帮助家里，还整天惦记着从爸妈那里拿钱，从我这里拿钱，你还算是个男人吗？这话说的没毛病。我不禁暗自给丈夫竖起了大拇哥。小叔子也被丈夫说得哑口无言。丈夫看了婆婆一眼，继续说道：你们要是非要钱不可，我也可以把我自己挣的钱转给你们。不过这些年被你们要了这么多次，早就不剩多少了。而且我要是这么做的话，我老婆早就跟我说了，会跟我离婚。真要离了婚，你们可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要钱了。我知道这个时候应该轮到我出场了。
于是装作满脸严肃地开了口：“没错，想必昨天小叔子你也听到了。我可是说了，你哥要是敢把钱转给你，我就跟他离婚。而且这个房子可是我的名字。离了婚，你哥可就没地方住了。到时候上你家去住行不行啊？”见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再说话，我冲着婆婆和小叔子下了逐客令：“你们现在赶紧都离开我的房子，否则可别怪我不客气。要是等到警察来了，你们这可算是私闯民宅了。到时候就把你们送到警察局去坐坐。”婆婆被我吓到了，连忙拉着小叔子就往外走。临走还不忘放句狠话：“哪有你这样霸道的儿媳妇？我当初就不该同意你俩结婚。”说完就灰溜溜地走了。我当然没有必要揭穿他，也忘了当初是谁。听说了我的年薪20万之后，脸上笑得跟朵花似的。等到小叔子和婆婆走了之后，我看到丈夫的脸色非常沉重。我非常能够理解他此刻的心情，毕竟和自己的亲人闹得这么僵，放在谁身上都会很难受。我从后面抱住了齐俊涛：“老公，我今天真为你感到骄傲，你也别伤心了。这次让他们知道了你的底线，之后再找机会慢慢修复吧。而且他们还指着你养老呢，说不定几天之后就跟你和好如初了呢。”她叹了口气：“希望如你所言吧。”3天之后，丈夫下班到家，我看他的表情明显开心了许多。看着他冲我竖起的大拇指，我知道之前的猜测正确了。婆婆和小叔子已经开始主动修复关系了。从那之后，婆婆和小叔子还是会偶尔开口请求我们的帮助，但是也都有了底线，不会再狮子大开口了。我也就同意了丈夫偶尔给他们转一次钱，毕竟都是有血缘的至亲，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，能帮就帮一下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